伸手不见五指的矿井里，一群工人正兢兢业业地干活。他们今天要下到更深的地方展开作业。一个工友不打招呼，跳到了电梯上面，笑得有些疯癫。其他人连忙大喊：“你要做什么？想死别拉我们陪葬！”工友根本没想解释，落地后将怀里抱着的球扭了一下，转头扔到人堆里。众人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只见那只球一闪一闪的，周围碎石还漂浮了起来。紧接着剧烈爆炸声响，地底的工人眨眼间命丧黄泉。大概1个月后，验尸官卡尔坐车来到这座小镇，镇子上到处张贴着寻人启事。卡尔匆匆看了2眼，随后拖着行李赶往警局，见到了警长兼老朋友奈特。卡尔来此不是跟奈特叙旧，而是为了矿场遇难工人的工伤赔偿。根据规定，只有死者是因为执行职务死亡，他的家属才能领到死亡抚恤金。仅仅死于工作期间，1分也领不到。保险公司为了不用赔偿，动用关系和验尸办公处打交道。卡尔便被上司派来2次验尸。他和奈特吐槽资本不当人，奈特却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。原来矿难案发生的太离奇了，他在调查时一度以为自己中了诅咒。2个月前，他接到一起失踪报案，有位家庭美满的工人突然消失。1周后，洗衣店的老板娘也不见了踪影。此后事情越演愈烈，1个多月接连消失了6个人。奈特束手无策，只能召集镇民去树林搜索，还带上了2只警犬。结果找到了一具尸体，尸体被裹尸布包住，绑在树上，这不是明晃晃的抛尸吗？但等他打开尸袋，看到了更令人胆寒的场景。尸体皮肉被人切割过，伤口边缘整齐干净，连一滴血水都没渗出，和惨白的鱼肉差不多。这太不符合常理了，好像凶手曾将尸体当作食物储藏。奈特认为凶手还会回来，临时征召2个猎人当民防兵，在树林里秘密巡逻监视，自己回了趟警局，将尸体照片传给本州各郡，试图找到死者身份。然而他不过离开5个小时，再回来后，那2个猎人却消失了，只剩下一只被扔在树林里的对讲机。下属在附近找到了新的裹尸袋，似乎猎人也遇害了。隔日，奈特收到了州郡消息，他们确认了尸体的身份是个名叫多尔迪的男人。多尔迪在乌康牧场工作，最后一次出现的地点是镇上酒吧。当时他到酒吧买酒，看见吧台坐着位面熟的人，好像牧场同事艾迪，但对方却否认3连，坚持说自己叫乔亚伦。不过他也说他是多尔迪的朋友，前后矛盾的说辞让多尔迪蒙圈。可他盯着乔亚伦看时，整个人像是被蛊惑了，非常听对方的话，打翻酒杯，佯装喝醉，还将车钥匙交了出去，要求乔亚伦送他回家。其他人没发现2人间的异常，看着他们走出酒吧。事后，奈特调查了艾迪，发现这人9个月前被通报失踪。据牧场同事说，艾迪当时要去森林里看星星，之后再也没有去牧场上班。但1周后，他再次回到了镇上，并且改名为乔亚伦，去矿场打工了。奈特追踪到这个人的住处，趁着家里没人，他搜了一圈。冰箱里藏着一大袋肉，盒子里放着多尔迪的证件，床旁边有个散发恶臭的圆球，球里传出呼噜噜的野兽低吼。据房东说，乔亚伦去森林看流星时得到的圆球。奈特意识到对方有作案嫌疑，立刻将圆球装车带走，并联系下属封锁矿场。可等他赶到矿场和那里的工头交涉，乔亚伦却偷偷靠近警车，用石头砸烂车玻璃，拿走了圆球，紧接着奔向矿井深处，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。奈特不清楚矿井下发生的事，猜测是乔亚伦引发的爆炸。不过在搜索地底遇难者后，他有几个问题想不通。乔亚伦发现警方围了矿场，为什么没选择逃走？又为何会知道圆球在警车上，还抱着球跳入矿井做出自杀的举动？所以奈特想让卡尔验尸时帮忙记录疑点，希冀从中找到破案思路。矿场遇难者的尸体被放在镇上的冷冻公司，这镇子太破旧了，没个像样的停尸房。但奈特已经为卡尔准备好验尸工具，设备虽然简陋了一点，好在一应俱全，没有缺漏。尸体总共有10具，其中就包括罪大恶极的乔亚伦。奈特最近忙得心神俱疲，看到尸体更没什么精神。卡尔劝老朋友回去睡一觉，明早再过来帮忙。
等奈特走后，卡尔开始了连夜验尸，顺便把验尸信息口头录音，录音是要交给奈特的，之后的书面报告才算正式记录。卡尔要确认尸体上是否有炸弹碎片，找到了就能证明遇难者是被疯子谋杀，而不是死于矿井事故，保险公司也就不用赔偿家属了。大半夜，一个人陪着10具尸体，想想都让人毛骨悚然。卡尔却并不感到害怕，一是他验尸多年练出来了胆量，二是他患了癌症，最多再活半年，对生死已经看淡。第一具尸体表面没有伤痕，鼻腔里有带血粘液，指缝里沾着泥土，且指甲裂开，说明死前做过挣扎。接下来的验尸就比较血腥了，开膛破腹查看各种器官。尸体肺部出现胸膜下瘀斑，心脏右半部肿大，血液变黑，表示死前呼吸窘迫，有脑震荡的迹象。这些足以证明死者死于挤压性窒息，而不是保险公司认定的人为爆炸。处理完第一具尸体，卡尔后颈猛然起了层鸡皮疙瘩，脑海里突兀出现个要他立刻逃走的声音。卡尔觉得很奇怪，但没当真，镇定地从冷冻室拖出第2具尸体。这时他对乔亚伦的动机有了新想法，认为对方并非因为无法逃走引发爆炸，那颗球也不是炸弹，相反，乔亚伦可能是想破坏圆球。带着这个疑问，他开始了第2次尸检，没想到竟然有新发现。新的尸体胸腔处有伤口，看似很小却很深，穿过横膈膜弯向心脏。卡尔不得不再一次开膛破肚，结果不仅发现伤口通向心脏，还看到了萎缩的苍白心肺，里面的血液被完全抽干了。第3具尸体也有同样的特征，卡尔百思不得其解，拿着事故照片坐在旁边琢磨。突然冷库莫名断电，几秒后电力又恢复了。卡尔没有出去查看原因，他有了新想法，认为其他人的血液在乔亚伦的胃里，因此他下一个要验的是乔亚伦。可是当他去冷冻室拖尸体，乔亚伦的手指竟然动了一下，旋即尸体活了过来，断胳膊断腿的爬向卡尔。卡尔哪见过这场面，吓得连连往后退，手术刀都掉地上了，却没想起来要往外跑。乔亚伦捡起那把刀往自己嘴里捅，接着几条触手露了出来，声称自己困在这具尸体里快饿死了，让卡尔救救他。卡尔问：“你是谁？”乔亚伦说：“他来自地球之外，圆球是他的飞船。为了不被人类研究，他带飞船跳入矿井，既是为了摧毁飞船，也是为了求生。如果时间不紧迫，他其实可以重新进入飞船，或者离开宿主藏起来。进入矿井引发爆炸是无奈之举。”这时乔亚伦的四肢已经恢复了，他打算像蛊惑多尔迪一样，要卡尔乖乖听他的话。孰料卡尔的意志坚定，面对乔亚伦还能放狠话，说那具尸体将是他的棺材。可惜在外星生物伸出触手连接卡尔的神经后，他转瞬陷入被动，昏迷了。等睁眼醒来，他也躺在了停尸床上，全身无力，只有一只手能动，但被橡皮管固定了。外星生物正在汲取死尸体内的腐血，腐血没什么营养，他这么做是为了让自己有能量动手术，从乔亚伦转移到卡尔身上。卡尔是他的理想宿主，不用冒险去外面杀人觅食。带有余温的尸体会主动送上门，到时候他顿顿吃饱不是梦。卡尔有些不理解，都把我当宿主了，为什么不做的决绝点，还留条胳膊能动呢？身为反派的外星生物也是个话痨，说最后的神经结合需要使用感官和动作，只有这样他俩的大脑才能更相融，不会出现排斥反应。随后将自己剥光，也躺在停尸床上。他幼虫期的身形很小，进入乔亚伦体内能由口腔爬进去。9个月的进食让他长大了，需要通过消化道与宿主结合。不过由于体型太大，他要从乔亚伦身上抽离，也得搞个豁口出来。为了不引起外界注意，他仿照卡尔的手法给乔亚伦解剖，于是一边拿刀在身上划，一边从容地给卡尔科普。由于宿主五感齐备，能听能看，还有运动机能，他们种族的演化就把这些功能舍去了。卡尔听完嘲讽技能点满，说他们不过是从其他生物身上偷感官的可悲寄生虫。外星生物当场被激怒了，给卡尔说了折磨他的计划。等警长奈特早上过来，将是他俩结合后的第一顿，可以好好讨论从哪里开始吃的问题。之前他在食用矿井那2个人时，曾把血液供给的一半能量用来维持食物的大脑活力，
如此他就能与食物通过第8条脑神经沟通。那些食物知道自己在被吃，却无能为力。此刻的乔亚伦自然也知道他在被解剖，明天的警长也会看着卡尔啃食他。卡尔听完却没表现害怕，而是提醒外星生物，你忘了一件事。外星生物的本体正从乔亚伦体内抽离，利用最后的神经接连，他操控乔亚伦的手割破卡尔腰腹，在完全抽离宿主那个瞬间，乔亚伦的眼里流了泪，身体也变得僵硬，但他却将手术刀留给了卡尔。外星生物忘记了失去宿主的他会失去五感，没有视觉和听觉。卡尔本想借机杀死对方，无奈手被绑住够不到，因此他做了一个不想活下去的决定，割伤脖子，沾血在胸前写下遗言，随后忍痛戳破双耳，割断脖颈大动脉，刺瞎双眼，等外星生物占据他的身体，与他神经相连。这具身体已经废了，外星生物从第8条脑神经与卡尔沟通，得知自身处境，他仍然不忘折磨卡尔，控制身体动起来，意图在早上吃掉奈特。然而由于血液流失太快，卡尔很快就会死亡，最终卡尔还给了外星生物致命一击。录音机一直在录音，尽管录音带会耗尽，但他们的对话或多或少都被记录了。当奈特抵达时，就会知道外星生物的存在，外星生物顿时慌了，怒吼着放我出去，结果无济于事。这天清晨，奈特走进了冷库，看到躺在血泊中的好友尸体，尸体的胸前用血写着播放录音烧了我。伴随着录音机中卡尔的声音，故事验尸到此结束了。这个小故事改编自麦克谢伊的短篇小说，尽管短小，剧情却比前2个故事精彩。前面半个小时都在铺陈悬念，用连环失踪案和诡异的死尸吸引观众。接下来10分钟是血腥惊悚的尸体解剖镜头。编剧借由卡尔之口向观众抛了细思极恐的念头。乔亚伦为了摧毁圆球跳入矿井，后面就是停尸房尸体诈尸，这里的镜头调度堪比恐怖电影，而且等真相浮出水面，那种恐怖也没有消散。卡尔与外星生物的对手戏更是张力十足，反转不断，极力推荐宝子们去看这一集的原片，感觉看完观众都学会怎么写剧本了。好啦，我的解说也告一段落啦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原片哦，顺便给个3连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